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 Ranger Man 频道，我是姐妹。那么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一下我身后这一台，我不懂各位会不会期待啦，反正我个人其实是还蛮期待一下，因为是 Toyota 真正第一次在本地推出纯电动车款。那么前不久呢 ，Toyota 就一次过推出了3台车型啊，包括 Hilux 的 EV， 还有我身后这辆 BZ4X， 还有辆叫做 Urban Cruiser， 都是纯电动车。那么 Hilux EV 又或者是讲那个大改款的 Hilux， 其实我之前就已经有在这个曼谷车展上面有大致上看过了，整体的这个进步，这个改变的幅度，我个人其实觉得是真的还蛮不错一下的。不过今天比较可惜看不到 Hilux， 那么我们就先带大家来看看一下这台 BZ4X， 它的定位是一个 C segment SUV。那么 Toyota 第一次在本地推出的电动车，相信大家应该也都会还蛮好奇一下的，所以今天就带大家来大概的看一下。比较可惜了，今天就还没有的试驾，所以我们就静态的带大家来大致体验看看。那么在影片接下去之前，当然又要再感谢我们居銮的宏观 Automobile 的沈殿Berhad，让我来拍摄这台 Toyota BZ4X。虽然我现在是还没有试驾，不过当此时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这个 BZ4X 我相信已经可以开放试驾了，所以我也会把他们 salesman 的这个联络方式放在我的说明栏以及留言区那边。如果想要试驾这个 Toyota BZ4X 的各位，都非常欢迎去联络一下他们的 salesman。1分钟告诉你คู楞到底是不是色素水，到底有没有需要。市场上常见的คู楞啊，分为4种。第一种就是色素水，颜色加水啊，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智商税，它没有任何的功能性，没有任何的这个冷却效果。第二种就是乙二醇加水，会有คู楞的手感，有点油油黏黏这样子。不过同样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冷却功能的。第三种就是乙二醇加水加 IAT 无机防锈剂，对于一些旧车来讲可能还 OK， 不过因为现在的车更多都会用上铝制的 radiator 以及铝制的引擎部件等等，而 IAT无机防锈剂就无法稳定的、长期的为铝制材料提供冷却的同时，也无法提供足够的防锈作用。无论你是加上了自来水、过滤水、蒸馏水等等都好，它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杂质，用久了都会有一些沉淀物，都是会损害到你的 radiator。而第4种就是 ready to use 的 coolant， 就是已经帮你调好了的，直接导气 radiator， 直接就可以用了的。那么 Huber 的这个自用型 coolant 啊，就是采用有机的防锈剂，适合现在的车款，大大的延长你的水箱、水管、水泵等等的使用寿命。除了防锈剂以外，Huber在水的部分也有特别的讲究，它是经过了特别化学处理的去离子或者是叫去矿物质水，真正有效冷却，同时又不会有一些杂质、一些沉淀物堵塞到你的水箱、水管等等的。Huber的这套采用特别处理过的水，配合这个先进的抑制剂配方，都是特别针对于马来西亚这样子的非常炎热的气候所研发的，提供高出10%的热效率。这样子一来就可以确保你的 engine 得到最大的保护，延长它的使用寿命。点击影片左下角的这个按钮，直接去到 Huber Malaysia Official Store 下单适合你的คู楞。那么首先这整个外形呢，可以看到这个设计语言啊，前不久我在日本的时候就有看过 Prius 这样子的这个设计语言，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啊，甚至包括到之前在本地推出的 Camry 大改款的车型，同样也是用上类似这样子的设计语言，尤其是这个 C 字形的 Daylight 啊，真的是非常引人注目。整个车头部分其实也不会复杂啦，就是有一个现在流行的贯穿式尾灯，毕竟在一台电动车身上这种主流的东西还是要有搭载上的。那么这一个应该是 fog lamp 又或者是讲大灯啊，我觉得比较像是大灯啊，因为它的位置其实也会比较偏高一点点，然后用的是一个 projector， 所以这个照明度肯定是非常足够。那么这个 BZ4X 呢，其实它的外形设计方面就有一个特点啊，我觉得是非常明显、非常显著的，就是它用了很多这种黑色的撞色，在车头的这一段可以看到是用了一个亮黑色的设计，甚至包括到这个 fender 的部分啊，也是用上亮黑色，然后在 bonnet 这边也做了一些分色、一些撞色的处理，所以就整体让它看起来会更加未来、更加现代感一点点。来到车侧，同样可以看到啊，这个 BZ4X 它是一台C segment 的 SUV 纯电动 SUV 啦。那么在轮胎尺寸方面，这次 Toyota 也没有那么克制啊，就少了你以往印象中的那种 Toyota 的形象。这一次这个 BZ4X 直接给你上到一个20寸的轮圈，非常大一条，应该是 Toyota 新车有史以来我看过最大的这个轮圈啊。尺寸方面235/50R20寸，然后用上的是一个 Dunlop 的适配给 EV 用的一个轮胎。那么给 EV 用的轮胎其实跟普通车的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 EV 车一般上他们的这个整车重量会来得更加重。再来 EV 车也要考虑到这个禁闭性啊，甚至考虑到续航方面等等，所以这个轮胎的一些可能compound又或者是讲花纹的设计，会比起我们传统的轮胎比较不一样一点点。除此之外呢，这个轮圈的设计啊，我觉得也没有我印象中那种电动车的感觉，它并不是用上满满的 cover 来遮盖它，来做到更好的这个风阻系数，整体看起来就真的很像一个汽油车的轮圈设计，这点是我个人觉得我蛮喜欢的啦。再来 brake caliper 方面的话，可以看到其实也是用上蛮大一块啊，
我相信是一个 Twin Pod 啦，因为那么重的这个车身，讲到这个整车重量呢，这个 VZ4X 其实是来到2000多公斤啦，所以其实是相当的重的。那么有一个好的 brake 一个好的轮胎，这点也是绝对要跟上的。再来讲到刚刚的那个装饰甚至包括到 side mirror， 包括到车顶，其实原厂都已经帮你做了这个 dual tone， 你就不需要再额外去外面做 wrapping 啦。黑色的车顶，黑色的 side mirror， 车门把手的话我相信4个门都是有 keyless 因为它都有这个sensor嘛。来到车尾的话，可以看到它是一个fastback 型的 SUV，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 spoiler 的造型就做到真的很 aggressive， 真的我就觉得很不像Toyota的那个风格啦。然后不只是上面有一层尾翼，下面这边同样是有一段的这个小鸭尾，同样也是已经变成一个黑色，做了一个多 tone 的设计。整个尾灯组的造型也可以看到，其实也是还蛮特别这个主流的贯穿式，在一个电动车身上肯定是少不了。再来这个 brake 灯也是做了这种横格的处理，当然也都是用上福利的 LED 灯具，包括 signal 等等。然后在车尾的部分，刚刚我蹲下去看它的这一片 plastic 的卡夫其实是往内延伸到蛮多一下的。除了延伸到很里面以外，它也有做了这些小小的 speeder， 这些东西我相信都是可以减少它的这个车底下的乱流，少了乱流就可以提升续航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有效的设计啦。那么讲个冷知识包括到这一段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种我们讲的纯电的 SUV， 包括到 Tesla 的 Model Y 等等，他们也会在这一段做类似一个比较短的车尾啦。这点其实就是要模仿我们舍单车的那个造型，因为拥有这样子的一个车尾的话，其实它的整体这个风阻系数就会再降低一点，就可以再提升到续航，甚至包括到 Model Y， 其实大家也可以注意到啦，车顶玻璃下来过后，这一段会做一个翘起来，就会有这一小段给人感觉是印象中那种舍单车的感觉。那么讲到这个风阻系数这个 VZ4X 是只有 0.27 CD， 可能 0.27 你没有什么概念我来跟大家讲，我最近有拍摄过的一台车就是来自 Lotus 的 Electra 那个 Hyper 级的 SUV 呢是 0.26， 所以整体的这个风阻这个续航的效率等等，我觉得这一次 Toyota 是真的有花心思来设计的。但是如果你要讲到 Model Y 的话，它的这个风阻当然会更加低啦，毕竟怎么讲，人家是 Tesla 嘛，他们钻研在这个电动车领域会更加久，所以会比较难拿来跟这个 Toyota 的 VZ4X 来做一个很直接的 compare。续航表现方面的话 ，WLTP 的标准之下，这个 Toyota 的 VZ4X 是有525 km， 相比其他的同级对手，我们讲的 Tesla Model Y， 又或者是讲 Sea Lion 的 Rear Drive 车型，他们都是只有400尾而已大概是480多左右而已。所以这个 VZ4X 你以这个续航来讲的话，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那么这个 VZ4X 它搭载的这个电池组是 73.1 kWh， 在同级来讲，它的这个电池组虽然不是最大的，不过重点这个 VZ4X 就是它牺牲了这个动力输出它的这个马力方面是只有200处的 horsepower， 你要对比起刚刚我所讲到的那2个同级对手，当然它的这个动力输出是当中最低的，不过换来的是更好的这个续航，可能驾驶表现也会更加顺畅，没有那么电动车我不喜欢的一个感觉就是会太过暴力啦。因为讲真的，一台车其实太有力太冲的话，其实也不太好驾啦。那么电动车嘛，大家最在意的应该就是这个电池方面。说这个电池其实是 Toyota 跟 Panasonic 他们合资了一家公司公司的名字叫做 Prime Planet Energy and Solution。那么这个公司呢，就是 Toyota 跟 Panasonic 他们合资成立，主要就是来研发这个电池方面。所以其实 Panasonic大家都知道，电器界的老品牌嘛，跟 Toyota 这种老品牌合作，所以我相信Toyota 是真的在这个电车方面、电池方面是想要下定决心，想要做到一些成绩，所以才会跟这样子的老牌来合作。在这个合作之下，我相信这个电池也可以给到大家比较有信心。那么假如你还是没有信心的话，Toyota Malaysia原厂也给了你高达8年的 warranty， 其中包括你的这个 battery， 包括你的这个电机、这个 inverter 等等。再来充电效率的话，这个 VZ4X 最高是可以支援150 kW 的这个 DC 快充，10到80%大概是20分钟左右，所以我觉得还算是可以接受，还算是相当的快了啦。你以这个 segment 来讲的话，来到内装的话，可以看到其实整体的这个设计来讲真的是非常的不 Toyota， 整体真的是很有战斗感、很有未来感的一个设计语言。坐进这个驾驶舱，这个 steering 我相信就是跟 Toyota 旗下的一些可能 HEV 一些 hybrid 车型，甚至包括到纯电动车型，都是直接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个 steering 造型没有错的话，跟刚刚我有所提到的 Prius 是一模一样的。再来这整个驾驶舱你也可以看到你的这个 meter 其实是 Toyota 是把它做到很有那种我们讲的 HUD 抬头显示的感觉， meter 就不是放在这里，它是放在这边的这个位置，收会比较高一点啦，你的这个视线可能就不需要离开到外面太远。再来这一些设计也让我想到了 Model Y， 它有一种环抱着你的感觉包括到那边，包括到这些线条，一种环抱式座舱的感觉啦。其实整体看起来真的是层次分明真的就很不 Toyota， 也真的比较有电动车的感觉。不过我个人想要小小挑剔的就是在这个配色方面，它会比较沉闷一点啦，就全部都是黑色，这个也是一贯日系车的作风。其中当然也包括到这个车顶吊布的部分，它也是全黑的。然后同样大天窗
嘛，现在大家很喜欢的。这一次 Toyota BZ4X 也是有搭载上望后镜的话，是直接采用这个镜头的部分 Digital， 然后这个荧幕尺寸这一次我相信也是 Toyota 家族有史以来最大。我不跟你讲具体数字啦，就这样子比一下，你应该懂有几大了啦。整个这个操作界面其实也是还蛮丝滑的，重点是 Android 以及 Apple CarPlay 它都有完整的搭载上。然后这个冷气控制界面这个小设计是我个人很喜欢的，这个蓝色到红色的渐变色，然后它的这种冷气的温度还是采用实体旋钮，只不过显示的地方是采用 Digital， 所以这点我觉得是现在的电车类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该用实体按键的还是要用实体按键会比较方便。然后有手机无线快充，主驾副驾都有。排挡杆的部分的话也是采用这种旋钮，整体就很电动车啦，比较未来的感觉。然后这些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驾驶模式等等都有搭载上。然后因为这次 BZ4X 是日本全进口，所以它也会有这个 Snow Mode 雪地模式。然后座椅方面也有通风，也有加热，不过后座的话是只有加热而已。然后这个扶手箱其实还蛮好玩的，这次 BZ4X 是采用左右侧开的方式，左右都可以开，好像开冰箱的感觉啦。我觉得对于如果你想要放一些东西在里面的话，会比较方便一点点啦。然后整个前座的这个乘坐表现呢，坐起来其实我觉得也是相当不错。这整个驾驶舱啦，包括到这些视野，包括到这个坐姿等等都好，整体给人确实感觉到它是一台比较贵的 Toyota， 给我联想到现在最新款的 Harrier， 甚至是讲 Camry， 尤其是这些组装品质，因为是 CBU from Japan， 所以这些 quality 等等都是有在线，真的可以感觉得出啊，200多千的 Toyota 真的是有它的价值所在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去后座再体验看看一下。进入到后座嘞我觉得后座就舒适少少了。先来讲这个横向的空间，左右的这个宽度，我觉得其实是很不错。不过就这个椅垫，然后这个椅背的倾斜角度啊，也是不错。我现在是放到比较斜的一个状态啦，还是可以接受。不过有个小小的缺点啊，就是在我的这个腿部支撑方面，可以看到，因为电动车嘛，它的这个地台会比较高，所以我的支撑首先就已经少了一点点。再来包括到这个椅垫的长度啊，也不够长，因为这边其实我还有相当大的腿部空间，所以如果可能可以把这个椅垫拉长一点的话，我这边可以有更多一点支撑的话，可能也会不错啦。这个就是我觉得 BZ4X 的后座有一点点稍许的遗憾的地方。那么后座冷气这些等等的配置，同样也是有搭载上。来到后座的话，它的整体这些材质也好，这些设计也好，就真的会比较干净一点啦。电动尾门肯定是要有搭载上的啦，在一台电动 SUV 来讲的话，那么这整个后备箱空间可以看到，其实也还算 OK。不过因为它是 Fastback 嘛，所以这边会被吃掉点空间这个就很难去跟传统的 SUV 来做比较。然后这个深度来讲，我觉得是还 OK， 不过就高度会比较矮一点点。往下的话，电车当然是没有给你10倍大压的啦，就是直接一个小的 compartment， 可以给你来放一些你的臭鞋可以放在这边，就不会把味道传去 cabin 里面。所以整体大概就是这样子啦。这个 BZ4X 我知道此刻你在想什么价格方面没有错啦，确实是我觉得会有一点点的贵，220千。因为这个价位之下，其实大家可以选择的电动车也更加多那么我觉得这个 Toyota 它也已经算有点迟了啦。这个时候才进来电动车来讲的话，因为目前这个电车，甚至包括到这个油价等等的影响之下，我相信电动车接下来的这个市场竞争方面会更加的白热化，会打到更加的凶啦。所以我们就看看一下接下来Toyota还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又或者是讲220千的这个价位之下，你会考虑这个Toyota BZ4X 吗？都欢迎各位在下面comment写出来，跟我一起分享一下，讨论一下。都看到这里了，免费的订阅跟赞，记得杠杠帮我把它按下去啦，按下去过后 YouTube 是不会跟你收钱的。感谢各位，感谢收看，我是姐妹，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拜。